管长期压抑，人就很容易患病，对长寿不利。那这3个特征，如果你都没有，或许身体还算健康，值得恭喜。那男性平时呢，还是要好好的保养身体才行。胃疼，这些问题啊，都有可能是经络不通了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经络不通，走路中风。就像我们平时总盯着电脑、手机，久坐不动，吃凉的、吹空调等等，都可能会使经络堵塞哦。今天呢，木子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。站好了，眼睛呢看前面，挺胸，把双手伸出来，然后呢向后甩。甩的时候，双腿要弯曲一下下，再利用惯性甩回来。就这样甩来甩去，每次甩100下，每天呢甩2次就行。这样甩手呀，能够帮助呢疏通经络。那经络通了，腰痛、腿痛也会缓解，甩甩身体更健康哦。怎么样，简单吧？你学会了没？人身体肥胖是因为身体经络不通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用1根擀面杖帮助疏通经络。第一，用擀面杖擀我们的大腿和小腿，因为我们的大腿上呢有很多条经络，所以用擀面杖来回的这样擀大腿和小腿3分钟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促进消化和加快新陈代谢，能够让脂肪加速消耗，能起到很好的瘦腿的作用。第二，用擀面杖擀我们的带脉。带脉是一条横向的经络，如果带脉堵了，脂肪就会堆积在腰腹部，使肚子变大。这时我们就可以呢用擀面杖沿着腰部周围这样来回的擀3分钟，这样坚持一段时间，对打通堵塞、加快脂肪消耗有帮助，肚子赘肉也会慢慢减少。那减肥减不下去的朋友，不妨试试上面这个小方法吧，希望呀可以帮助到你哦。一说到减肥，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吃东西，可是很多人都是我有一颗减肥的心和一个吃货的胃，他俩天天在这儿 PK。不过呢，掐指一算，哎呀妈，今天胃又赢了。其实很多人发胖呢都是经络不通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可以通经络、燃脂肪的动作——跺脚。这个动作呢，在原地就能做，把2个手放在身体两边，然后呢，双腿弯曲，2脚抬起来，这样原地快速的跺起来。注意速度呀要快一些，有点呢像原地快跑，每次跺100下就行。那这个动作能疏通经络，改善身体新陈代谢，帮助身体排毒，能够让你慢慢的瘦下去哦。那减肥没有那么容易，每块肉都有它的脾气，所以要坚持住才行哦。你最近呢总是感觉头晕，对着电脑时间长了吧，脖子就梆硬，有时候跟触电了似的，可难受了。晚上睡觉呢也是睡不好，这可能是颈椎不好喽。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，不妨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吧。自然的站立，将我们的左手向上伸直，然后弯曲手臂，用手掌呢拍打肩膀，从肩膀一直拍打到额头，再原路返回，这样来回拍打5次。再换右手拍打。那这个动作能够促进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帮助呢打通颈椎堵塞。每天坚持练习，颈椎或许更健康哦。怎么样，做完了是不是感觉好点了呢？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很多人由于坐姿不对，低头玩手机，导致颈椎越来越不好，经常感觉脖子僵硬、颈椎酸痛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，大家千万不要拖着不去管。如果颈椎不好，也会影响到大脑供血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。下面教大家2个拉伸小动作，可以帮助打通淤堵，让颈椎更健康。动作1：自然站立，将左腿向前迈1大步，左腿、大腿和小腿保持垂直，右腿保持伸直，上半身腰背挺直，头部尽量的向后仰，同时双手向上伸直，手臂和头部一起向后，坚持10秒，再换相反的方向。每天这样拉伸可以疏通经络、舒筋活血，对改善颈椎不适有很好的效果。动作2：跪立在垫子上，双腿并拢，让臀部尽量的坐在脚后跟上，然后上半身向前向下伸展，同时双手也向远方伸展，
让自己的胸部尽量的靠近垫子，额头和下巴也触碰垫子，这样坚持10秒，起身还原再做。那这个动作可以放松肩颈部的肌肉，对颈椎健康也有很大的帮助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，每天睡前抽出10分钟的时间做一做，不仅可以保护颈椎，而且还能够改善脑部供血。可以说对身体大有裨益。由于长期站立、坐着，再加上不运动，越来越多的人呢出现颈椎问题，所以呢要做好预防工作。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可以帮助改善颈椎，比贴膏药管用多了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先保持一个站立的姿势，双脚分开与肩同宽，然后将左手放到后背，右手手臂抬起，放到我们的胸前，手掌呢立起来，然后向左侧平行的推出去。推出去的同时，头部向右侧看，这样坚持5分钟，还原到站立的姿势。再换另一侧手臂，重复这个动作，这样左右交替为一组，每次做49下。这个动作可以活动到肩颈部的肌肉，促进头颈部的血液循环，疏通淤堵的经络，能够很好的改善和调节颈椎问题。每天坚持练一练，帮你远离颈椎病困扰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体内血糖过高，很容易引发糖尿病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控制好血糖就显得尤为重要。血糖高的人一定要做好血糖的监测工作。那有的人会有疑问，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哪个更能反映身体血糖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来说空腹血糖。当人处于空腹状态时，这时的血糖其实是属于基础血糖。通常监测血糖时，很多人也会选择空腹时进行。而吃完饭后，人体会摄入一定的食物。食物中含有的热量和营养物质会被身体吸收，这时餐后的血糖会有短暂的升高，所以餐后血糖也会比空腹血糖高一些。不过这是正常的。那总的来说呢，不管是空腹还是餐后血糖，对血糖高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监测血糖时是需要全天进行的，这样才能更加精准、全面地知道血糖的变化。只要将体内血糖维持在正常的范围内，这样才算控制好血糖哦。空心菜是一种很有营养的蔬菜，很多人都喜欢吃，但是却听到有人说空心菜是最毒的绿叶蔬菜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这都是谣言。相反，空心菜还有很好的养生效果，而真正有毒的蔬菜是下面这2种。1. 发青的西红柿。很多人在买西红柿的时候，会发现很多柿子还是青的，为的是能多保存一段时间。但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发青的柿子，因为这样的柿子不仅口感不好，其中还含有一种龙葵碱的物质，很容易引起肠道不适，对健康不利。2. 已经发霉的茄子。茄子是生活中经常吃到的蔬菜，很多人买的时候会买很多，然后放置时间长了，就可能会出现发霉的情况。对于这样的茄子，建议大家就不要吃了，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人中毒，影响身体健康。很多人早上起来会有口干口苦的情况，这可能是上火了。那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方法，可以帮你改善这种情况。在我们手上，也就是食指下面这里，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泻火区。如果早上有口干口苦的情况，按压这里呢会感觉到酸痛，而且会感觉这里有小的结节。这时我们就可以用大拇指对这里进行按揉，力气稍微的大一些，每次按摩5分钟左右。按摩这里有清热降火的功效，直到结节按软，或者是这里呢不再酸痛，那口干口苦的症状也会慢慢的得到缓解。大家呢不妨试一试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哦。沈哥，发现个事儿啊！什么事儿啊？我发现你不吃苦瓜，我看每次吃饭的时候有苦瓜你就不吃。哎呀，那苦瓜太苦了呀，吃不了。哎。我上次去我朋友家，我朋友做的苦瓜炒蛋，那个苦瓜就一点都不苦。那是为啥呀？哎，其实在苦瓜上呢有个苦源，找到我们把它切掉，苦瓜呢就不苦了。我们把苦瓜切开，然后把瓜瓤挖掉，然后呢还会看到里边有一层白色的膜，只要把这层膜除掉就行了。如果你也觉得苦瓜苦，做菜的时候也试试吧，希望能够帮助到你哦。那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问题，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哦。